当代小学生的文具究竟有多高级？小学上了10年，我也没用过这些东西。我们以前做笔记都很随意，难免有说吗？咱们可以直接搜高透笔记贴，你就这么一撕一贴，新书本就和开罐了。主题归纳、结构梳理、图形解读，学习的重点和考点都标注的一目了然，比自己动手做笔记要全面多了。还有视频辅助学习，一本才140。然后是这个手动碎纸机，和我们直接动手贴纸比起来，这个只需手摇几下就秒变成一堆碎渣渣，像画册、合同之类的文件，用了它，谁也别想知道里面藏着什么秘密了。一个还不到20，想买笔盒的，咱们可以搜魔术夜光笔盒，把文具放进笔盒里，一推一拉，文具就不见了。只有打开这个隐藏机关，文具才会推出来。晚上还有夜光效果，一个也只要30块，就像这台自动抄写机，有了它就能解放你的双手了。像我们平常写实验报告、检查教案之类的，只需要简单调整一下参数，然后将笔固定上去，它就能自动将你的任务做好，不仅整洁还很快速。多种字体任你选择，写出来的字迹和真人写的真没什么区别，一台也只要380。以前的橡皮只能擦铅笔字，现在的这种全抹砂橡皮已经不局限于擦铅笔了，像钢笔、中性笔、圆珠笔都能擦除，还能降低纸张的损耗，防止擦破，一个也只要2块。普通的铅笔写字容易出现粗细不均，咱们可以搜自动旋转铅笔，它的笔尖会根据书写360度旋转，这样我们写字的时候它就能保证字迹均匀分布，还不容易断芯。一支也只要26。就像学钢琴，咱们可以直接搜变形手卷钢琴，不仅支持声音外放，戴上耳机也就自己可以听到，这样就不用担心实际噪音吵到邻居了。按键的手感和台式钢琴也相差无几，花个100多块钱就能实现学习钢琴的愿望了。想学架子鼓的可以搜体感空气鼓，相比传统的一堆零部件，这个只有一个音箱和2根手棒，只需要拿着它对着空气敲就有声音。对着鼓微图，不管在家还是在外面都能唱响架子鼓的快乐，一个也才420。想吹笛子的可以搜苦竹真笛子，真材实料的竹子制作，初学版的上手就能练习，声音清脆，一支也才12块。像买中性笔，咱们可以直接搜电子监控笔，只要你用它在本子上写东西，那么老师或者家长的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你写的内容，还能一键回放你做一道题详细过程和所用时间。有了它，你做作业想偷懒划水是不可能的了，一支也才298。上课经常迟到的可以搜无声点击手表，它除了正常的闹钟外，还具备电击功能，只要时间一到就会被电击醒，还能根据睡眠情况调节电击强度，一支也才174。平时需要测量尺寸的可以搜曲面量尺，只需要用它轻轻一划就能知道具体尺寸长度，平面、曲面以及不规则物体都能精准测量，一个也才99。就像这个智能热可擦橡皮，只需要按住开关就能将字体擦掉，真的很神奇，给那些喜欢在课本上乱涂乱画的小朋友使用真的很合适，擦得很干净，还能保持桌面整洁，一个也只要30块。小时候抓笔总是千奇百怪的，这个握笔矫正器就可以矫正常见的6种错误握笔姿势，只有正确的握笔姿势才能在这个方格子里面写字，只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就能矫正过来，一个也只要12块。最后是这个5档卷笔刀，从粗到细总共有5档可以调节，自动悬空设计，随便你摇都不会断芯，削得好还不脏手，一个也就20多。艺伎少不了这个皇亲国戚同学录，别的同学都是什么可爱系、风景系、复古系，但直接上的是皇上写的同学录，拿出它绝对能成为班里最亮的仔。我人生的巅峰就是给同学老师们册封这个龙凤榜了，每次打开都有种翻牌子的快感。然后是这个试卷版同学录，哪个同学能猜到毕业前最后一次考试试卷是出自我的同学录？恩师档案和同学档案都采用了试卷问答形式，填空题、选择题、问答题还整得挺像回试的。对于那些内心有纠结症的同学而言，这本同学录真的很适合。最后是这个创意毕业同学录，想不到现在看电视要开会员，写同学录前也要办个会员才行，还能邀请老师加入一起玩。这里面的每一张友情记录表都像极了同学录版的真心话大冒险，让你的每个同学随机出一张来玩坏这本同学录，在一起毕业吧。当代小学生的文具究竟有多高级？小学上了10年，我也没用过这些东西。以前画水彩最麻烦的就是彩笔清洗时容易混色，很影响作画效果。
现在的小学生都用这种画笔清洗机，每次清洗完按一下开关，废水流走的同时还能自动加水，边上的棱角还能将颜料刮干净，用完的脏水集中倒掉，换水也很方便，简直是懒人的福音。上小学呢会想象物体的立体结构挺有难度的，现在的小学生都用这种磁力真空水，六面磁吸可以任意搭建，不仅好玩，还能提高对立体空间结构清晰的了解。小时候有一个变形金刚就已经很奢侈，更何况它还是一把变形圆珠笔，卸下圆珠笔就能开启变形模式，真的很帅气。小时候要是有这玩意，我铁定每天准时做作业。我们以前用的橡皮越擦越黑，还会产生很多渣，清理起来也很不方便。咱们可以直接搜磁性橡皮擦，看着和普通橡皮没什么区别，但是它不仅擦得干净，渣也少，橡皮尾部还能将渣吸走，真的很神奇。盖子一开它就掉下来了。还有这个法超连笔，小时候做梦都想来一套，2笔连抄，4笔连抄，实在不行你就8笔连抄，再配上一张复写纸，罚抄的效率立马提升10倍，普通的日历用完就没用。咱们可以搜集木万年历，它由58块积木组成，可以根据需求进行任意组装，每个月份和星期都能对得上，不仅好玩还好用，放在书桌上当个摆件也很好看。我们以前用的都是这种平面画笔，现在小学生都开始用这种3D 打印笔了，想画什么都直接画出来，还是3D 模型的，不仅培养了画画能力，还锻炼空间想象力，什么蝴蝶、蜻蜓、八爪鱼，就连埃菲尔铁塔都能给你造出来，真的很有意思的。普通的圆规都需要先测量再画圈，这个竖线圆规打开就能知道半径是多少，省去测量半径的过程。按键可以同时控制笔芯和剪头，这样就不担心放进笔袋会被圆规尖戳伤。最后是这个超拉式便签纸，配了贴贴和双面胶带，错题款、空白款、横线款和方格款，书写顺滑，撕去还很方便，每一款都很厚，用起来超方便。就像这个掌握扇形水彩，别看它只有8段大小，却有24种颜色，自带的彩笔加点水沾下就能开始绘画，色彩鲜艳，涂抹均匀，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画画需求。还有这个闪闪刮刮画便签，里面居然配了2根牙签，用它把便签表面的黑色涂层刮掉就能写字，真的很神奇。无论用它写字还是画画都可以自由发挥。我们平常用的订书机都需要用钉子，一不小心还会被刮伤。咱们直接搜这种5钉订书机，把纸张插进去直接按压就能扣紧，扣的也很牢，还省去了到处找钉子的烦恼，拆解很轻松，还没有被割伤的风险。就像我们平常用的订书机，不仅容易扎到手，还会把文件撕破。咱们可以直接搜这种免打孔订书机，轻轻一推就夹住了，不仅夹得非常牢固，拆下来也不伤纸张，夹子取下来还可以翻。还有这支优尚吸墨钢笔，巧设计总能解决大问题，把钢笔尾部对准瓶口一插一按就能自动吸墨，灌完拔出来也干干净净的，再也不用担心钢笔灌墨弄得满手都是了。最后是这个创意迷彩男生笔袋，腰间挂了2颗手榴弹，真的不要太酷，皮实很厚，不仅容量大还能分离整理，加上这个密码锁，哪个小学生看到了不迷糊？手榴弹一拉居然还能写字，